上一世，她带着万贯家财嫁过来，没想到新郎却不露面，而她在婆婆的哄骗下，竟甘愿举行没有新郎的婚礼。婚后，她任劳任怨地侍奉公婆，深爱的丈夫却拿着她的钱财跟白月光在外另组家庭，直至死前才知道自己收养的儿子是丈夫的私生子，而这一切都是这一家子为了她父母留的千万家产吃绝户的阴谋。你们在睁眼，她重生回到了1984年。悠悠，志明也是因为不喜欢你这才逃婚的，这你也不能怪志明啊。商悠悠脑瓜嗡嗡的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思绪才慢慢回笼。我重生了，还是重生回到前世嫁给霍志明的这一天时，来得及，一切都来得及。悠悠，既然志明不想娶你，不然这样，你看我们霍家还有好些后生都没结婚，不然你从他们俩中间挑选一个，我是真心希望你能给我当儿媳妇的。这前世的婆婆表面温柔贤淑，对我这个儿媳妇似乎很好的样子，但实际上却是个披着羊皮的恶狼。是霍家所有未婚的男丁都可以吗？对，没结婚的都行。商悠悠一向好拿捏，这些年她一直追在志明的屁股后面，就算我这样说了，她也不会改结婚对象。商悠悠的视线在霍家几个后生的脸上一一扫过，最后指着倚靠在墙边那个男人身上。那我选他。悠悠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怎么能嫁给志明的小叔啊？季伯母不是说霍家未婚男性我都可以挑选吗？那为什么霍小叔不行？商悠悠起身走到霍元琛的面前，仰头看向面前的男人。霍小叔，你娶我好吗？我给你当媳妇。悠悠，你应该知道元琛的情况，你们结婚的话，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，这样你也愿意吗？只要他愿意娶我，我就愿意。臭小子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！我比你年长8岁。老夫少妻，不是正好吗？你稳重，我活泼，互补得很。我觉得你嫁给我一辈子都不会有孩子。我之前在报纸上有看到国外已经有试管婴儿了，如果你想要孩子，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没有孩子的。我是军人，出国可能会。所以你娶不娶我吗？霍元琛被他的话噎了下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应。人生苦短，何必去纠结那么多？只要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，不就好了吗？霍元琛看着他那灿烂的笑颜，心底的坚冰似乎在他的温暖下渐渐融化。我出去一趟。臭小子，你这个时候去哪儿啊？行不行给个准信？去部队打结婚报告。悠悠，那小子同意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小儿媳妇了。以后元琛那小子如果对你不好，妈给你撑腰。妈，这悠悠不是跟志明定的亲吗？这哪里有改嫁小叔的道理呀？志明他也是一时想不通，等他想通了，哼！今天逃婚的不是他。悠悠，我知道今天是志明的不对，我们一会儿就把志明抓回来跟你结婚，你跟小叔那里就散。大嫂，我现在都是你弟媳了，你怎么又跑来拆散我和元琛啊？看来逃婚的事情大嫂也是知道的，不然怎么说找志明就能找到的呀？众人听着商悠悠阴阳怪气的腔调，个个也都品出味儿来了。大嫂，志明逃婚不会是你们夫妻授意的吧？就算是想给新媳妇儿立威，也没这个立法啊。大嫂，四叔可都去部队打结婚申请了，你现在说这些，那可是破坏军婚，这罪名我们霍家可担不起。季华兰脸色都成猪肝肉，她恶狠狠地瞪着说风凉话的两个弟媳妇。悠悠，你就不能再给志明一次机会吗？我现在就让人去把他喊回来，跟你完成婚礼，你说好不好？商悠悠却突然拉住了季华兰的手。果然好哄，这都还没有费什么口舌。然而商悠悠却一把将她戴在手腕上的玉镯退了下来。大嫂，既然我嫁的人是元琛，那这些东西你也该还给我了，这可是我拿来孝敬未来婆婆的。你身上的翡翠项链、耳环、戒指可都是我的，大嫂是自己拿下来，还是我自己拿呢？大嫂还真好意思收，为了拿捏四弟媳，让自己儿子逃婚的事情都干得出来，还是赶紧把东西还回去吧。这翡翠成色一看就好，我倒是好奇大嫂当时给了多少聘礼。聘礼，二嫂三嫂不知道啊，她说后面补给我呢。还给他。一直没出生的霍家长子霍东升恶狠狠地瞪了季华兰。东升，这明明听不懂吗？季华兰不情不愿地把身上的首饰拿下来。全在这儿了。悠悠，还有别的没？有的话直接列个清单出来，让他们全还给你。确实是还有许多东西，那我先列个清单。季华兰接过清单后，又不情不愿地去将那些东西找出来了。悠悠，等申请下来，妈就给你们俩好好操办一下婚礼，肯定不会委屈了你的。妈，都听您的。好，等元琛回来，我们再商量一下给你多少彩礼合适。上一世，商悠悠带着万贯家财嫁过来，没想到新郎却突然逃婚，重来一次。婚礼现场，她直接换了结婚对象，转身嫁给新郎冷硬的小叔叔。接上集，霍老夫人对商悠悠真是越看越满意，盘算着得给多少彩礼才合适。您看着给就成，这些我也不是很懂。霍东升这一家子真是有眼无珠，这么好的儿媳妇不想着疼着宠着，居然想借机给她一个下马威，从而拿捏她，愚蠢至极。他拉着商悠悠白皙柔嫩的小手，把玉镯轻轻套了上去。这是元琛外祖家祖传的镯子，传了几代人了，今天就交给你了。谢谢妈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商悠悠，
婆媳俩正说着话，随后就见霍志明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。商悠悠，你真是好手段啊！你居然转头就嫁给我小叔，这才是你真正的算计吧？霍志明，这可是你的好母亲提议的，怎么，这不是你们一开始就说好的吗？这确实是一开始就商量好。霍家除了我以外，就只有2个弟弟，一个今年刚成年，一个还在上初中。可是漏算了霍元琛，本以为部队回不来的人，今天居然出现在了婚礼现场，还同意娶商悠悠，真是可恨至极。我逃婚又如何？要不是你逼我，我能娶你这样的女人？你居然敢打我！霍志明，你本来就在等我求着嫁给你吧？你妈在装模作样的把你哄回来，我在对你们一家子感恩戴德，心甘情愿的把我父母留给我的钱财双手奉上给你们是吗？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你以为我霍家稀罕死人留下来的东西，想进我霍家的门？你痴心妄想！贱人，我现在就毁了你的脸，看你还怎么进我霍家的门！霍志明拳头立马朝着商悠悠的脸上挥去，然而他的手才挥出去，却被一只强而有力的手扣住了手腕。小叔，商悠悠就是个贱人，你可不要被……他是你小婶，若你再敢对他不敬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小叔，商悠悠原本是我的未婚妻，部队已经通过我和你小婶的结婚申请，现在她是我的妻子，你的小婶。志明，闹够了没有？你们一家子做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，就别把过错怪到你小婶的头上。一直没有说话的霍老爷子，在这个时候终于出了声：你们家若是再敢找老四媳妇的麻烦，别怪我老头子不顾情面。爸，我知道错了。既然知道错了，那也该向老四媳妇做出相应的补偿。你们一家亲自上门提的亲，却在婚礼上闹出这样的丑事，把人家小姑娘的脸面摆在哪儿？霍东升看到霍老爷子脸色难看的盯着他时，不敢再造次了。元琛，悠悠今天也累坏了，你先带她去歇着，这2天抽时间去把结婚证领了，等明天我们再商量一下彩礼的事情。身份证明这些带了吗？在家里，今天本来是大喜的日子，这些东西并没有带。我陪你去取。小叔，今天的日子不吉利吧？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还是换1天领证吧。你介意？只要是跟你，任何时候都是好日子。霍志明的脸都绿了，偏偏所有人都盯着他看，怎么也不敢再胡来。民政局外，霍元琛并没有马上进去，而是低手看着身侧的小女人。后悔吗？不后悔，我们赶紧进去吧，不然一会儿他们下班了，可没人给我们登记了。很快，结婚证就办好了。商悠悠喜滋滋地跟霍元琛一起出了民政局。阿琛，我们结婚了，我是不是可以跟你去家属院住了？家属院得申请，等办完婚礼，家属院的房子差不多就批下来。你是想住楼房，还是住带小院呢？带小院的，我们去吃饭吧。今天可是我们结婚的好日子，我们去庆祝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商悠悠挽着他的手臂，拉着他便往前走。元琛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们去国营饭店，还是去吃别的？都依你，我对吃的没有什么讲究，只要能吃饱就行。俩人才走出一段距离，一道刺耳的声音响起。商悠悠，商悠悠看到迎面走来的人时，唇角微微勾起一抹冷笑。我还没去找他呢，他倒是迫不及待。李新月3两步上前，正欲出声，脖梗上却传来剧痛。你干嘛？自然是拿回我的东西。玉佩终于拿回来了，你都送我了，商悠悠，你还想不想我帮你了？商悠悠，你就算是把小叔喊来又如何？我哥不喜欢你，你以为把小叔叫来，我哥就会跟你回去吗？李新月，重新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丈夫霍元琛。前世，商悠悠从小带到大的玉佩被霍志明哄骗送给了李新月，直到临死之前，他这才知道玉佩里面有一方空间。重生后，他终于把属于自己的玉佩拿了回来。接上集，商悠悠将结婚证拿出来，在李新月面前得意地晃了晃。下次见到我的时候，有点礼貌。你既然寄住在霍家，那你也得叫我一声小婶。老公，我肚子饿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好。怎么回事？商悠悠怎么会嫁给霍元琛？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李新月的带着浓浓的困惑，抬脚快步往霍家的方向跑去。国营餐厅里，当看到几个菜都是自己爱吃的时，商悠悠欣喜地看着霍元琛。阿琛，你怎么知道我爱吃什么？你都喜欢吃？对呀，都是我爱吃的。那就好，快吃吧。吃了饭后，霍元琛又把商悠悠送到了军区大院。阿琛，我爸妈都不在几年了，所以我想这几天把里面的东西都搬回老宅。想好了？经过今天的事情，我也应该学会长大，而且我都嫁给你了，以后肯定要随军住家属院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带你随军。现在天不早了，我先回去。那你明天来帮我搬家，好吗？进去吧。商悠悠突然踮起脚尖，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。老公，明天见。霍志明脸色阴沉沉地看着这一幕。要不是李新月回来告诉我这些，我都不相信商悠悠真的跟霍元琛领了证。小叔，见霍元琛过来，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小叔，我知道今天逃婚是我有错在先，但我只是想让他服个软，我没有不想结的。不喜欢大可以拒绝，为了吃上绝户，你们一家子算盘打的倒是响。现在事情不能如你们所愿，又变成你想结婚了。小叔，我没有没有大家也不瞎，你小婶这段时间给你们家的那些东西早点还回来，否则我不介意找你爸好好聊聊。小叔何必这么说我？你在这种情形下都能答应娶上悠悠，难道不就是看中他父母留下来的东西吗？我是想吃绝户没错，小叔又比我高贵多少？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得跟你一样龌龊。
我才不信霍元琛就没有动过这样的心思。前2年他们家被没收的东西一箱箱的被抬回来，就算不知道那些古董到底值多少钱，但那么多箱的东西全拿去拍卖的话，只怕会是一笔巨款。他越想越不甘心，抬头看向霍元琛，眼中闪过一丝算计。小叔，你想娶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只要小叔愿意和她离婚，我可以把她的财产分小叔一半，而且绝不跟小叔争家主的位置，如何？霍元琛冷峻的脸上透着森森寒意，突然伸手扣住了霍志明的脖颈。小叔，霍志明，收起你的那些龌龊心思，只要我不点头，霍家轮不到你当家做主。商悠悠这会儿又盯着玉佩看了许久，进去。然而玉佩却没有一点反应。这也进不去啊？难道不是这样？他心一狠，便在指尖划了一刀。当玉佩接触到血，瞬间就出现在一眼望不到头的荒野，以及身后瞧着像是商家老宅的房子。摸索了一会儿后，出了空间，去了收藏东西的地窖，将其中一些珍贵的收入了空间，还有一些等明天拿到老宅之后，再全部收入空间。做完这一切，出了地窖就听到外面传来了敲门声。天都黑了，还有谁会来？悠悠，是我。听到声时，商悠悠赶紧跑去开门。素素，快进来。说吧，今天怎么回事？你完全可以拒婚，最后怎么选择嫁给霍家小叔了？你不觉得霍小叔很帅吗？悠悠，我不否认霍小叔比霍志明好千倍，但你真的不是为了报复霍志明才嫁给霍小叔的。我们已经领结婚证了。你不会是想借着霍小叔让霍志明后悔再接近他吧？素素，我没有想要报复谁，而且阿琛他很好，以前我确实是眼盲心瞎。霍志明答应娶我，为的就是我爸妈留给我的这些财产，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娶我的。我也认真回忆了一下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，也确实跟你说的一样，李新月看似被季华兰当成半个女儿养着，但他们俩人看对方的眼神明显不对。你能想得通就好，虽然我也挺怕霍小叔的，但他确实是难得一见、不可多得的好男人，霍志明连他的拉的屎都不如。那你跟霍小叔结婚证呢？给我看看。他拿走了。悠悠，你说霍小叔是不是对你蓄谋已久啊？否则他那么清冷没人情味的人，怎么会愿意娶你呢？我上次碰到过他相亲，他直接一句我绝嗣，嫁给我就是守活寡，把人家姑娘给吓得不轻。我以为他这辈子都不会结婚，结果居然跟你结婚了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挺令人费解的。不如下次我们问问。细想起来，前世霍元琛确实帮了我不少，而死后跟在他的身边一段时间，总见独自一人坐在树下，手里捏着一张照片，但因为他身上的气势过强，我都无法靠得太近。那会是我吗？算了，不想了，我现在都已经是他的妻子了，接下来的生活里，我会跟他好好过日子。这次你该要的彩礼一样不能少。他有说什么时候来说这件事情没有？素素，我决定明天搬去老宅了。之前不想搬离大院，多多少少是因为想离霍志明近一些，但现在跟阿琛结婚了，所以想趁着这2天的功夫，把东西都搬回老宅，毕竟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。那我明天来帮你一起搬。还好有你一直陪着我，我们可是好姐妹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小姐妹俩相视一笑，一起上楼睡觉去了。第2天，东西搬完后，霍元琛这才来到商悠悠的面前。要不要在军区大院再住几天？这里太久没住人了，你一个人住不害怕吗？害怕？那你留下来陪我。霍元琛轻咳了2声，有些不自在。悠悠，我去参观一下。甘素素见状，一溜烟的跑了。老公，可以吗？确定住这儿？爸妈他们没搬进军区大院的时候，我就一直住在这儿，所以我想等结婚那天是在老宅出嫁。先在军区大院住，我现在进去收拾，明天再住进来。去吧，辛苦老公了。都收拾好了，跟我去一趟霍家。我妈说要谈一下彩礼的事，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，别人有的你都会有。以前真是挺蠢的，世上优秀的男人这么多，偏偏挑了霍志明那样的蠢货喜欢。中午的时候，甘素素见帮忙的都走了，这才拉着商悠悠的手问道：悠悠，你去霍家，要不要我陪着你一起？可以吗？可以，甘同志是你的娘家人。到霍家的时候，霍老夫人看到商悠悠，当即快步的向他走来。昨晚怎么不跟元琛回来住？你们俩都领证了？妈，婚礼还没办。对，婚礼还没办。走，跟妈进屋，我们好好商量彩礼的事情。一行人进屋的时候，就与季华兰碰上了，站在那儿显然是在等商悠悠几人。你的那些东西都在这里了，自己看吧。言罢，季华兰就准备转身离开。急什么？悠悠都还没有清点过，谁知道有些人会不会昧良心的私藏？真当我稀罕他那点东西，死人用过的，我还嫌晦气呢。哼，是吗？大嫂之前戴的那套翡翠，那可都是我妈生前戴过的。你说你戴了那么久，我看最晦气的是你。这天下哪里不是死人住过的地方？就我们霍家这房子，前面都不知死了多少人了。你住在这儿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晦气？悠悠，好好看看，你给了这么多的东西，可别让有些人偷藏了。商悠悠本来就不信季华兰这一家子，这会儿将箱子里面一样样的东西拿出来对照。大嫂的时间还真是足，如今连假货都拿来应付我了。你看这墨都还没干呢。霍老爷子正好从后院进来，
面色一沉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还不把真品拿出来！还真没想到商悠悠眼睛这么毒辣，只敢偷偷换了这么一幅，结果就被他给拿出来了。哎，我是拿错了。东升挺喜欢这幅画，这才自己仿了一幅，想着留着自己欣赏，是我弄错了。还少了2对金手镯和一套文房四宝。季华兰把东西拿回来的时候，直接将文房四宝丢进了箱子里。霍元琛沉着脸上前，只见原本完整的砚台直接被摔成了好几块。大嫂，赔钱吧。我又没用力，谁知道他那么不经摔。悠悠，这端砚得多少钱？这是老坑端砚，现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，而一方普通端砚都得300元一方。这老坑端砚，我先前遇到过一方，当时卖了4000元。什么？4000？怎么这么多钱？季华兰一想到这一方端砚居然要4000元时，吓得她魂都要没了。悠悠，兰姨也不是故意的，谁知道你这端砚先前是不是已经磕碰过了？否则怎么可能轻轻一摔就摔坏了？从外面进来的李新月一听，居然要季华兰赔4000元，当然不愿意。这难道不是他摔的？是，可我兰姨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又何必斤斤计较？也难怪志明哥宁可逃婚都不跟你结婚。哼哼，可不是吗？你那好哥哥早被你这个情妹妹勾了魂了，他如果真跟我结了婚，你怕不是得哭死吧？他说的是真的。现在的李新月可不得季华兰的喜欢，上一世是因为他得了玉佩中的空间后，做生意赚钱了，季华兰才接纳他。兰姨，没有的事。不，你们要吵慢慢吵，先把我儿媳妇的端砚赔了先。我手里只有2000，余下的2000等我去银行取出来再给你们。那就写欠条吧，我可不相信有些人会老老实实的还钱。前世她带着万元嫁妆嫁过来，而她深爱的丈夫不但不领情，还拿她的钱在外养着白月光。重生回结婚那天，她果断换亲，还要把嫁妆全部拿回来。接上集，商悠悠双手环胸的看着季华兰。商悠悠，你别太过分。去给他取。霍东升在外听了一会，黑着脸走了进来。这个该死的商悠悠，还以为他有多喜欢志明，只怕都是装出来的。东升，这都已经给了2000了，还要给？还不嫌丢人？季华兰不敢不听霍东升的话，出去前又瞪李新月一眼。我回来再收拾你。悠悠，我们去里屋谈彩礼的事，可不能被这些人坏了好心情，还不帮你媳妇拿着点儿。他那小身板哪里搬得动？妈，阿琛没让我干重活，男人可不能惯着，不然他们得上天。你听妈的准没错。妈，您是过来人，说的肯定是对的。几人坐下后，霍老爷子后脚才来的，脸色显然不太好看。悠悠，我和阿琛商量过，彩礼除了4大件和36条腿以外，再给北池子大街的4合院一套当婚房用，礼金2888元。你看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？老夫人，我今天是充当了悠悠的娘家人来的，我一会儿若是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，还请您莫要见怪啊。素素，你有什么想说的直说，若是彩礼方面还觉得有哪些不足的，我们也商量着来。霍姨，彩礼和礼金我就不说这些了，你也知道悠悠原本要嫁的人是霍志明，结果在婚礼进行前又改成嫁给霍小叔，你们会介意他先前的那些事吗？悠悠父母都牺牲了，你们会不会因为这些而欺负他？素素，我是真心喜欢悠悠这孩子的，你也可以监督我们。若是我们真的不疼悠悠，到时你可以随时把悠悠带走，我们也不会阻拦。你们霍家家大业大，几兄弟也是表面和谐，里面的明争暗斗少不了。我这妹妹傻得很，以后可能还会被他们利用。我不会让她卷入其中。爸，这是我放弃继承家主位的承诺书，以后霍家就交给3个哥哥了。元琛，你应该知道，霸主义的下一任家主一直都是你啊。我对这位置从不感兴趣，大哥他们更有想法，霍家还是交给他们吧。这样倒是挺好，我儿子这些年够累了，当年要不是他至于伤了身子吗？霍家的根基看似还在，可等到老爷子一归西，只怕所有的毛病全都会暴露出来。想清楚了？想得很清楚，等我和悠悠办完婚礼，我们会搬去军区家属院住。阿琛，别担心，那个位置从来都没有想要过，只是提前放弃罢了。罢了，你决定好了，那就算了。霍老爷子此时也站起身，弓着背往外走去。悠悠，你如果还有哪儿觉得不满意的，都可以提出来，这样就很好了。几人从霍老夫人的院子出来，正好跟回来的霍志明打了个照面。这才多久，就和霍元琛同进同出，真是个水性杨花的贱人。霍志明，你再用这种眼神看悠悠，你信不信我直接把你的眼睛戳瞎了？霍志明恶狠狠瞪了眼，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去。悠悠，霍志明就是个疯子，他会不会做出些什么过激的举动？素素，我是不是这2年太温柔了？你都忘了当年我爸妈在的时候，我爸可没少练我。对啊，霍志明那样的人脚虾，还不够你打的。还是要小心，他为人阴险，就怕他使些阴招。这几天我还是跟着你吧，咱们俩人的话，霍志明就没那么大胆了。好呀，我和阿琛也要买结婚用的东西，你跟我一起的话，还能帮我参谋参谋。悠悠，我肚子不太舒服，我先去你家，你们慢慢走。甘素素知道2人还有其他话要说，她一溜烟的跑了。阿琛，怎么了？你是为了我，所以才放弃争霍家家主之位的吗？我的志向实在不对，至于霍家的那些事情，明争暗斗的，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
就算没有霍家，我也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我相信你。好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季华兰这边，她面色铁青地瞪着李新月。他是你哥，你居然敢对他有那种想法，我们好心收留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？兰姨，我真的没有，我对志明哥真的只有兄妹之情，您别听商悠悠乱说。乱说，肯定是你平时老勾引志明被他发现了，否则他那么喜欢志明，怎么可能说换结婚对象就换？兰姨，我也不知道商悠悠为什么要那样说，可能他还在生志明哥逃婚的气吧。行了，就因商悠悠那个女人的三言两语，我们自己就先闹起来，这不是正合她的意吗？东升，难道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？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谁说就这么算了？李新月，收起你的那些小心思，还不给我滚出去！东升，你有什么主意？李新月出了房间，正好与回来的霍志明打了个照面。月儿，出什么事了？商悠悠在兰姨面前胡说，兰姨让我以后离你远一些。志明哥，是我配不上你，兰姨不喜欢我也是正常的，以后我们就当兄妹吧。月儿，我才不要跟你当什么兄妹，你再等等我，不会让我妈接纳你的。志明哥，霍志明确定四周无人的时候，在他的唇上亲了亲。晚些来我屋里，我爸妈不会发现的，相信我。你不要胡来，我就去陪你说说话。都依你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霍元琛就出现在商悠悠的家门口。阿琛，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？甘同志回去了。昨晚回去的。阿琛，我做了早饭，你陪我吃吧。商悠悠拉着男人就去了餐厅。你平时都吃这些？对呀，不过你肯定是吃不饱，我再去煮个面条。坐着，我来。很快，霍元琛就把面煮好了。商悠悠吃了一口就停了下来。前世有次恶的发昏，迷迷糊糊间感觉到有人给喂了些面条，就是这个味道，所以当时的那碗面是霍元琛做给我吃的。霍元琛见他眼睛红红的，也不知想到了什么。悠悠，你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我就是想到了我妈，你做的面条味道跟妈妈煮的很像。商悠悠不敢跟他说起前世的事情，只能找了个借口。喜欢吃的话，以后我在家就给你做。好。两人出门时，甘素素也来了。商悠悠一眼就看到躲在不远处的霍志明。别担心，我让人盯着他了。妈的，这王八蛋又想干什么？真跟阴沟里的老鼠一样，成天恶心人。悠悠，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在家都看到什么了吗？什么？我在楼上看到霍志明和李新月在那亲嘴，他们不会以为做得很隐蔽吧？我都看到季华兰了，看他都快气死了。季华兰没找李新月算账，霍志明护得紧呢，当时季华兰的脸都绿了。他可护不住，季华兰有的是折磨人的办法。活该。不提他们了。阿琛，我们今天去哪里买东西？去百货大楼。半天后，几人拎着大包小包的从百货大楼走了出来，这才去了北池子大街的那套四合院。这是翻新过的吗？去年翻新的，昨天我妈找人过来打扫干净了。我们的房间在哪儿？商悠悠很好奇，跟着男人一起往后院走去。这里就是了。他欣喜地看着霍元琛，确定甘素素没跟进来，飞快地在霍元琛唇上亲了一下。我很喜欢，谢谢你，阿琛。悠悠，我只亲过你，没亲过别人。我不在意你的过往，所以你在我这儿也不用小心翼翼的，想做什么大胆去做。我担心你们男人都会在意这些，而且侄媳突然变成媳妇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情况。我们既然已经是合法夫妻，你也别去想那么多。阿琛，我会努力做好你的妻子。做你自己就好。一天的忙碌，商悠悠跟甘素素都有些累了，准备上床躺着，就听到外面传来大力的敲门声。悠悠，这个时候会是谁啊？怕是来者不善。要不要给霍小叔打个电话？行，砸门的人很有可能就是霍志明那个神经病，他发现李新月受了委屈，估计就会把这笔账算在我的头上。甘素素这会儿已经拿起电话给霍家那边打过去，只是电话再响了很久都没有人接听。悠悠，怎么办？显然是有些人不想让我们联系上霍元琛。我们去会会他，大院这么多人，还能眼睁睁看着他伤害我们不成？行，不过等一下。甘素素冲进了厨房，拿着一把菜刀出来。我倒是要看看霍志明有多大胆，如果他敢胡来，非砍死他不可。霍志明此时的脸色很难看，门一开，他抬脚就要往里走。站住！谁许你进屋了？沈悠悠，闹脾气也该有个限度，我都已经过来找你的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有什么事情就在这里说，不然的话就滚！你还想不想嫁给我了？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！你有病就去治，你不会天真的以为悠悠跟你小叔是闹着玩的吧？昨晚跟李新月亲嘴亲的不是挺欢的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新月是我妹妹。沈悠悠，如果不是你在我妈面前乱说，我妈怒发心月，你最好跟我去给新月道歉，否则以后我都不会再看你一眼。你的脸可真够大的，让我跟李新月道歉，是我让你喜欢李新月，还是我让你跟你的李新月大半夜在院子里亲嘴被你妈发现？你如果再敢坏新月的名声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商悠悠从甘素素的手里将菜刀抢了过来，随即架到了霍志明的脖颈上。商悠悠，你这个疯子，你想干嘛？你说我坏李新月的名声是吧？行啊，你就给我等着看，到时候我是怎么一点一点的将李新月的名声搞臭搞烂。霍志明，你如果识趣些，少来招惹我。你想做什么？那是犯法的。
你真以为我会怕吗？大不了就是同归于尽，到时候我绝对会拉着你们一家子给我当垫背的，我可不亏。霍志明张着嘴就想放狠话，结果被商悠悠一脚给踹飞出去。他痛捂着裤裆，狠狠地瞪了一眼。商悠悠，你这个贱，你给我等着！霍志明一抬头就对上了霍元琛的视线，吓得转身赶紧跑了。啊，阿琛，你怎么来了？伤着没有？没有，我才不会让霍志明那种货色伤到呢。先进屋。商悠悠忙不迭地点头，牵着霍元琛的手进了屋。好困啊，悠悠，我先上楼睡觉了啊。甘素素丢下一句后，一溜烟的便跑了。阿琛，我知道错了。错哪里了？错在刚刚那脚踢得太轻了，早知道踢的位置那么准，我就该让他断子绝孙。霍志明那人心眼子死，你晚上这么狠的收拾了他，他后面肯定还会再做出些事情来，后面要更小心。阿琛，我知道的，我给你打电话一直都没有人接，是不是李新月搞的鬼？我出来倒水时看到他坐在电话边上，质问下才知道霍志明来找你麻烦。他不会以为只要我联系不上你，霍志明就能让我乖乖跟去给他道歉吧？没伤着就好，晚上睡觉锁好门窗，我先回去了。霍元琛回到家的时候，霍家客厅灯火通明。你说你没事去找商悠悠干什么？姬华兰一看到儿子脖子上的血痕，便心疼的不行。以前我只要去找他，他就是再生气都会哄着我，谁知道他现在是受了什么刺激？逃婚这种事情你们都想得出来，如果你们提前把结婚证领了，哪里有那么多的事情？这不是想着先晾他一下，到时候我再回来，他肯定还会像以前那样哄着我，我再接近。霍元琛阴沉着脸出现在客厅，朝着霍志明的脸上就是一拳。小叔，你干什么？老四，志明再怎么说也叫你一声小叔，你怎么还打人啊？大哥如果教不好儿子，我不介意替大哥好好教教。悠悠现在是我的妻子，你们如果再敢把算盘算到她的头上，我现在可以放弃霍家的家主位，未来一样可以夺过来。到时，大哥觉得我会让你还有机会在我的手底下讨生活吗？霍元琛冷冷地睨了几人一眼，转身往后院走去。东升，刚刚老四那话是什么意思？他放弃继承权，以后不会再跟我们争了。这是好事啊，没了他争夺，那么我们的机会自然更大了。那他既然放弃了那个位置，是不是一样放弃家里的财产继承了？这个老爷子倒是没有提起。弄个清楚，这个事情你可以伙同老二和老三。总之他自己在部队都是团级。商悠悠那还那么有钱，他可不差这点儿。我会去找老二、老三好好聊聊这件事情的。姬华兰当即笑着应了下来，只是抬头看到李新月时，便十分不喜。还不赶紧给我滚回屋去！最近我会给你物色个人家，你就在家给我等着嫁人吧。兰姨，我还小，现在不想结婚。不小了，你识趣些，我还能给你找个好的。否则的话，滚回自己屋里去，在这里哭什么哭？会气死了。李新月转身就跑了出去。霍志明这会脸上疼得要死，也没去哄他。几天的时间转眼就过了。商悠悠看着穿上喜服的自己，脸上挂着甜甜的笑。悠悠，你真的是太好看了，美得跟个天仙似的。素素，我有些紧张，之前倒没有多大的感觉，可现在是真的很紧张。是不是太高兴了？是，我想到要嫁的人是他，我就特别的紧张，这会儿心跳的好快。悠悠，霍小叔那么好，你现在对他是什么感觉？想跟他过一辈子的感觉。此时，甘素素的母亲严淑兰一脸欣喜的从外面进来。悠悠，有客到了。兰姨，谁啊？她正好奇，回过头就看到进来的几人。大伯、大伯母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是元琛给我们打电话的。我们悠悠真的是长成大姑娘了，你说说你，结婚也不知道给大伯母打电话，要不是元琛的话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大伯说，我说啥？我是说你嫁给霍志明的话，就别告诉我，我不会来。那霍志明打小就不是一个老实的，好在你脑子没不好使到那个地步。大伯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的不对，我应该听您的话的。行了，你就别训他了。元琛是个好的，以后悠悠的日子会好的。今天是你结婚的大日子，这是你大伯给你准备的。顾慧芳说罢，把带来的箱子打开后交到商悠悠的手里。大伯这些年对你的照顾也不够，如今能给的也就这些了。谢谢大伯、大伯母。甘素素这会儿开心的跑进房间来，新郎官来了。商振国出了房间，看到霍元琛的时候，对他还是很满意的。先前有一个任务是和霍元琛一起完成的，当时他也才24岁，但是已经很出色了。那一场任务中，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大伯父、大伯母，记住你答应过我的事情。大伯父请放心，进去吧，悠悠在等你了。进房间后，霍元琛的视线完全都在商悠悠的脸上。悠悠，我来娶你回家了。好。到了敬茶环节，就由大伯和大伯母担任大家。大伯母，请喝茶。请喝茶。元琛，我们把悠悠交给你了，以后请你好好照顾她。如果你敢欺负她，我们不会放过你。大伯请放心，我以后会尊重爱护理解她，不会让她受委屈。悠悠嫁人后就是大人了，万事多思量，跟丈夫互敬互爱，有商有量。如果受了委屈，一定要记得回家说，不要忘了你还有大伯和大伯母呢。大伯母，我会好好的。去给你爸马上炷香吧，
保屋里急死。一行人去了商家的祠堂，大堂哥商红熙将手里的香递给了两人。爸爸妈妈，这是我的丈夫，他叫霍元琛，我带他来见你们了。爸妈，我是霍元琛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会尽心照顾好悠悠，护她一生周全。上完香出来后，车子也启动往北池子大街的四合院驶去。霍东升一家子看着临近故宫的四合院时，脸色都很是难看。爸，这也太偏心了，这个四合院从没让我们知道过，居然直接给了老四。就是啊，爷爷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不是他的孙子，就只有小叔是他的儿子吗？东升，你说爸这是什么意思？不会就是因为老四放弃了继承权，就在这里给他补偿吧？这是我老太婆的祖屋，我要给我儿子，碍着你们了。霍老夫人正巧出来，就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冷着脸出声质问：荣姨，我这不是不知道吗？早知道这老太婆的手里还有这么一处好宅子，这些年应该对她稍微好一些，现在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了。荣姨，早年听爸说您家是书香世家，您父亲还是文学界的泰斗，名下想必有不少好宅子吧？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就算是我名下有成百上千套四合院，那也都是我儿的。荣姨，您别听他胡说八道，前面爸就已经说过，荣姨家的东西，荣姨要怎么安排都是荣姨的事情。霍东升7岁开始就是我带着他，他如果是真心想阻止，早就厉声制止他们讨论，现在不过是做个样子给我看罢了。此时，霍元琛跟商悠悠也来到了婚房这边。老大媳妇，你四弟媳漂亮吧？季华兰没想到老太婆会突然问她，脸色肉眼可见的黑了下来。妈，我把悠悠娶回来了。好，快进屋。屋里，商悠悠才暗暗叹了口气。结婚办个酒也是很累人呀。悠悠，霍姨让人给做了面条，我给你拿来。素素，今天谢谢你啊。我们是好姐妹，说这些不就见外了吗？我刚刚看到霍志明了，一直盯着你新房看，你说他今天会不会生出些事端？如果他真敢在今天这样的场合下生出事端，有他受的。反正我们小心一些。商悠悠应了一声，坐在那儿吃着碗里的面条。不一会儿，房门突然被人敲响。我去看看。李新月，你干什么？我有事情找商悠悠。商悠悠，你不敢见我吗？到底觉得自己有多大的脸，会认为我不敢见他？素素，让他进来。李新月步入屋内，入眼的就是一个大房间。凭什么啊？商悠悠凭什么有这样的好命？明明都是孤女，都是父母早亡，可偏偏我不仅要寄人篱下，还不像商悠悠一样手里那么有钱。有事？商悠悠，你就那么恨我，为什么要跟我兰姨说那样的话？你们的事情还用得着我去说吗？季华兰发现那都是早晚的事情。我跟志明哥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我们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。现在我兰姨要找个人家，随随便便把我嫁出去，你满意了？霍志明不是爱惨了你吗？他连娶你都不敢啊。兰姨不同意。看来霍志明也不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啊，都不敢为了你忤逆季华兰。也不过如此嘛。素素，还是我胆子大是不是？你看我如果不去问阿琛愿不愿意娶我，我都不可能嫁给这么优秀的男人。是啊，如果我喜欢的人的父母反对我们在一起，我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他们同意的，就算是使些手段又怎么样？李新月，你还有事情吗？没事的话还请你出去。甘素素沉着脸起身，直接将人给拉了出去，直至房门关上。甘素素当即来到床边坐下。悠悠，你说他真的会吗？会。许新月这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我们都把话说得这么明白，他真的会听不懂？看到商悠悠如此有把握，甘素素这会儿还真十分期待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。酒席办在京城大饭店，敬茶完后，商悠悠刚坐下来歇着，就听到了霍志明那道讨人厌的声音。商悠悠，你这人真假？脖子上的伤好了？稍转移话题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着我嫁给我四叔的想法接近我的？怎么，现在我不缠着你了，你反倒不习惯了？你这种人真是令人厌恶，既要又要的，你怎么不上天啊？要不是你使那些阴谋诡计，之前我爸妈都不可能同意让我跟你结婚。我使阴谋让你们一家子谋算我的家产，阴谋你跟李新月偷情的同时，还让你娶我，阴谋你在结婚的时候逃婚，以此来拿捏我。霍元琛送完宾客回来，霍志明一看到他，直接转身跑了。没事吧？他欺负你没有？没有，他跑来质问我，是不是为了你才故意接近他的？霍元琛微微一愣，商悠悠急忙牵起他的手。阿琛，以前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，我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阻止这些事情发生，所以不要因为一些不相干的人而影响心情，好不好？我信你，我们回家了。商悠悠点了点头，便与霍元琛一起回到了北池子大街的四合院。你去歇着，我把外面打扫了。那我去洗漱一下。商悠悠进了浴室后，就直接进入了空间，在空间里舒舒服服的泡了个澡，感觉整个人都变得香香的后，这才从空间内出来。他把收的礼金都拿出来放在了床上，正巧霍元琛也进来了。阿琛，我们把红包先整理出来吧。饿不饿？不是很饿，我们数钱吧，还得要记在本子上，这样后面我们回礼的时候才知道得回多少。看着商悠悠数钱数的那么开心，霍元琛瞬间觉得他可爱极了。喜欢钱？对啊，你不喜欢吗？霍元琛拉过他的手，将一样东西放到了他的手里。这些年存的钱。怎么这么多？你们的津贴都这么高了吗？
我现在每个月的津贴是160元，另外也有一些任务奖金。我平时在部队不怎么花钱，所以就存下来了。霍元琛就算是现在津贴有160元，前几年肯定也没有这么多啊。而他还能存下2万元，可以说是相当可观了。你平时都不花钱的吗？没什么地方需要。我如果花钱大手大脚，那怎么办？我可以赚。打理钱收到柜子后，霍元琛一回身，便对上小女人含笑的眸子。阿琛，你过来。等他走到跟前，小女人突然伸手搂住了他的脖颈。悠悠，阿琛，今晚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你就不打算做点什么吗？商悠悠明明害羞的不行，可说出来的话却让人都有些招架不住。天还没黑。阿琛，你不会是想歪了吧？霍元琛看着小女人眼中的挑衅，自尊心作祟，直接吻了上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这才缓缓松开了她。多谢。男人声音阴哑，语气中颇有些无奈。晚上想吃什么？晚上不用去老宅那边了吗？我们自己吃就行，不用管他们。那家里有菜吗？我们去买些菜回来。备着的，我想着今天婚礼会很忙，所以昨天晚上就已经将这些东西都备上了。阿琛，那我们吃面条吧，简单点儿。那我现在去做。晚饭过后，这会儿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风吹在身上还有些冷。阿琛，我有些冷，你抱我回屋好不好？好。男人抱着她回到了屋内后，直接便将她放在了床上。你先休息，我去洗洗。这男人到底知不知道今天晚上是我们的新婚夜啊？那我去洗把脸。商悠悠在从浴室出来后，也不见霍元琛，便直接上床去歇着了。她醒来时，睁开眼睛，刚好男人从浴室出来。阿琛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锻炼去了。阿琛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知道，没人比我更清楚今天的我到底有多高兴。以前挺看不起自己的，对一个小那么多的小姑娘生出不该有的心思。在得知她和霍志明的事情后，更觉得自己像是阴沟里的老鼠一样。但没想到她的婚礼上会发生那样的事情，甚至庆幸她选中的是我。不敢想，她真嫁给了霍志明的话，以后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阿琛，你在想什么？今天婚礼上那么多人在议论我们婚事，是不是听得多了？所以这个男人开始后悔了。阿琛，你是不是后悔娶我了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碰我？悠悠，你还小。我20岁了，哪里小了？不是发育的还是很好的吗？该大的大，该小的小，明明很合适。看到他的举动时，霍元琛的嘴角也止不住的抽了抽。会疼。那你温柔些。一会儿别哭。才不会呢。商悠悠嘴硬没多久就后悔了，到最后耳边只剩下男人的诱惑。霍家这边，李新月看着霍志明拎着白酒进了屋。难道是因为商悠悠结婚，所以志明哥后悔了，买那么多的酒回来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买醉？他确定家里没人时，这才来到霍志明的门口，轻轻敲了敲门。志明哥，蓝姨给我物色的那相亲对象，家世虽然不错，但却不是什么好人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为何不自己争取？进了屋里，他直接走向喝得半醉的霍志明的身边。第二天清晨，商悠悠感觉全身好像是被车子碾过一般，又酸又疼。不舒服吗？腰酸。言罢，他羞得往他的怀里钻，不敢看他的脸。所以确实是太没节制了。起初还记挂着他还小，可真正在品尝到他的滋味时，便控制不住自己。再躺一会儿，我去买些早餐回来。想吃什么？麻酱烧饼。男人出去后，商悠悠闪身进了空间，准备去好好泡个澡。当看到镜中身上那些暧昧的痕迹时，他一张脸羞得通红。前面不要，结果真吃到了，还不是跟发了狂的狼一样。有时候男人的鬼话不能听。不过身强力壮的男人，滋味真不错。两人吃过早饭后，就开车去了军属大院。等他们回到霍家的时候，明显感觉气氛很不对。伯父，兰姨，我真的没有，是志明哥喝醉了，谁知道他……我当年就不想收留他，你非不听，现在好了吧？真是越想越生气。今早见志明一直都没有起来，就去了他的房间，结果就看到俩人光溜溜。今天是霍元琛和商悠悠回来的日子，一大早家里就来了不少亲戚。当听到动静的时候，全跑来看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华兰，你就别气了，既然两个孩子都这样了，就让他们把婚事办了吧。是啊，早就听说志明喜欢新月了，你们对他也是知根知底，那是肯定要比别人更好的。几个亲戚也跟着劝道，把人姑娘给糟蹋了，总得负责。大嫂不会是不想负责吧？这事情一个人可办不了，早知道早点过来了，或许还能看个现场版。这可不成，这事情若是传出去，我们霍家成什么人？大哥，淑芳说的对，这新月的肚子里如果有孩子的话，到时她就真不用活了。新月这么乖巧的孩子，从小就在你们的身边长大，嫁给志明之后也会孝敬你们的。对呀，哪里能把人姑娘糟蹋了，还不负责的？再怎么说，新月的爸妈当年救了你一命，大哥可不能这么忘恩负义。你弟弟他们说的不错。霍老爷子听到他们的对话时，面色沉了沉的走了进来。新月也是你们看着长大了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就让他们两个小的早点把婚事办了。爸，她都算我半个闺女了，这怎么能行？那也不是亲的，有什么不行？霍东升很想跳过这件事，可这回老爷子都开口了，他也就没办法继续装死。那就挑个好日子把婚礼办了吧。
东升，霍东升眼神警告地瞪了一眼，季华兰只能气得坐了回去。你们俩回来了，去你妈院子里吧，中午就在你妈院子里吃饭。好。霍元琛带着商悠悠直接去了霍老夫人住的个小院。真是晦气。您跟他们置什么气？偏偏在今天生出这样的事端，怎么不晦气？妈，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，没必要因此跟他们生气。好好好，妈听你的，不跟他们生气。霍老夫人拉着商悠悠的手，没好气地瞪了霍元琛一眼，还不去给你媳妇倒杯水？霍元琛应了一声，便转身出去了。昨晚他欺负你没有？妈，悠悠，你别怪妈问你这些，你妈去得早，这些事情也怕你不懂，到时若是受了伤，反倒受罪。妈，她很温柔，也很照顾我，您放心。那就好，有什么事情夫妻两人商量着来，就算是那档子事也是可以好好沟通一下，这样才能更加融洽。原以为霍老夫人肯定是相对传统的女人，但没想到在这方面远比想象中要更加大胆得多。阿琛在那方面没问题吧？霍老夫人突然压低了声音，实在是担心自己儿子的身体情况。当初受伤那么严重，本来就说不会再有孩子了，如果在夫妻两人的事情上他还力不从心的话，那跟废物有什么差别？妈，阿琛他没问题。商悠悠红了脸，根本就不敢去看霍老夫人的表情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时霍元琛端着茶水进来，看到商悠悠一张小脸更是红扑扑的。阿琛，你也坐。你们俩既然结了婚，夫妻相处要坦诚相待，最重要的还是要给予对方足够的信任。阿琛，你是男人，在一些事情上面就该多让着妻子一些，不管再生气都不可以动手，听明白了没有？妈，我会好好照顾悠悠，更不可能会动手。悠悠，他如果敢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只管动手。实在没想到霍老夫人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。三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又聊了许久，直至饭菜上桌。吃饭中途的时候，霍志明离开了席间，紧接着李新月也跟着一起离开了。商悠悠的眼前一亮，瞬间来了兴致。阿琛，我去一趟洗手间，小心点。这会儿霍志明从洗手间出来，就与等在门口的李新月碰上。志明哥，你是不是也不想娶我？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自己说。志明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说你昨夜是喝醉了，是无心的，那早上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我们不合适结婚。所以志明哥一直都说喜欢我，是假的了。新月，你知道我喜欢的一直都是你，可现在手里连钱都没有，你更不可能在事业上帮到我。你再等等，等我有能力了，到时候再离婚娶你，好不好？志明哥，今天大家都看到你跟我睡在一起，你如果不娶我的话，我如何活得下去？我不会让大家说出去的。是吗？你觉得大家真的不会说出去吗？商悠悠听得直翻白眼，这才抬脚走出来。说完了吗？说完的话就别堵在厕所门口了。商悠悠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？商悠悠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我和新月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距离，结果喝了点酒，就这样了。你配吗？我新婚夜不跟我丈夫亲热，跑来给你下药。见霍志明还站在厕所门口不让开，商悠悠伸手将他拖着撞到了墙壁上。若换成平时，李新月已经上前扶起霍志明了，但今天他眼神淡淡的，只是看着。以前真是瞎了眼才喜欢这样的人，就算是真的爬上了高位，他也不可能会娶我。现在说我没有一丝助力，将来他真的坐上高位，指不定到时候又会觉得，只有找个更厉害的人才能够配上他。商悠悠从洗手间出来，没再搭理两人，刚走到拐角处，看到了霍元琛。阿琛，你来接我吗？他快步跑到霍元琛的身边，拉着他的手往外走去。你不想娶我，我也不会逼你，我还没有那么下贱，非得逼你娶我。李新月丢下这句话，直接转身离开。吃过饭后，大家便坐在客厅里聊天说话。爸，有件事情我想问下你们。什么事？家里的空调都用几年了？前几天开空调，一开就有一股怪味儿，房间根本待不下去。确实好久没洗过了，找个人来洗洗吧。我不知道在哪里找。这简单，想找空调清洗，推荐58同城，单台只要65元起，多台一起洗更优惠呢。我看说不满意还能重做，那我更放心了。58还能找保姆、钟点工，超多优质阿姨可以选择，不满意还能随心退换，试试课程。58同城，那真不错啊，等会我就去试试。爸，您看志明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家里这么多人，太挤了一些。这志明结婚的话，总得有个房子结吧？确实，那你们看好哪些的房子，看看要多少钱，直接给他买一套吧。爸，您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哪有钱再单独买房子啊？不用买房。此时，李新月拎着一个行李箱走到了客厅的中间。爷爷，志明哥说我在他的仕途上无法给他一点助力，所以他并不想娶我。既然这样，那婚事就算了吧。谢谢伯父兰姨把我养育成人，这么些年，就当是已经还清了我爸当年的救命恩情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搬出去。商悠悠，我佩服你的勇气，也是因为你的勇气，让我明白有些东西不能强求。他这样的男人，确实没什么值得珍惜的。言罢，他拎着行李便径直离开了霍家。你先前跟他一起离开席间，你们都说什么了？爸，我说的也没错，我娶她的话，她在事业上又帮不到我。就是啊，志明是要走仕途的，李新月又帮不到他，现在是他不愿意嫁，
那又不是我儿子不愿意娶。志明就是被你惯成这样的，把女人的清白当成儿戏。你们夫妻真觉得自己一家子最聪明，别人都是蠢货是吧？能由着你们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。霍老爷子看向季华兰和霍东升的眼神带着浓浓的不喜。志明啊，你坏了人姑娘家的身子，这说不娶就不娶的，只要新月去公安局举报你，那是一举报一个准，你还想后面走仕途，想都不要想了。大哥，新月他爸当年的能力也不差，要不是为你救你，他爸都不会死，他妈也不会因为这是失魂落魄的失足落水身亡。你们也才养了他几年，真觉得这救命之恩能还得清？是呀，那可是2条活生生的人命，结果你们还这么对他的女儿，太不道德了。还不去把新月找回来，你们是真不怕被戳几两毒吗？我知道了。霍志明不敢忤逆自己父亲的话，赶紧追了出去。季华兰也跟着往外面跑。阿琛，你说李新月会跟他们回来吗？不会。李新月不要名声都在算计霍志明，这眼看着临门一脚了，他等的不就是这个机会吗？季华兰不会同意。也是，有季华兰这个女人在，怎么可能让她嫁进门？这会跟出去，指不定得怎么羞辱李新月呢。正当此时，霍志明和季华兰回来了。新月呢？她不回来，就是不知道是她不回来，还是大嫂不让她回来了。二弟妹总针对我做什么？你们说志明这样做不合适，我们不都想把他请回来了吗？是他自己不回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谢淑芳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她的这个大嫂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们都清楚得很。阿琛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？爸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和悠悠先回去了。好，这2天你们也很累，就早些回去休息。爸妈，您要不要跟我们去住几天？等过几天阿琛要回部队了，我们再送你们回来。成，你要不要去？不去的话，你就在家待着，我跟儿子儿媳去住几天。也好，我跟你一起。爸，您年纪大了，老四他们小夫妻俩新婚燕尔的，后天还得回门，不如我和华兰跟着你们一起去四弟那里住上几天吧。用不着，我有警卫员，他们回门也只是吃个午饭的时间，我还没老到动不了的时候。这代儿子以前也不这样啊，最近真的是将他的愚蠢发挥到了极点，几乎把所有的心思全部都写在了脸上。爸，虽说是有警卫员，可有些什么还是亲儿子照顾得更好一些，您说是不是？你的那些心思真当我们看不出来吗？我儿子已经放弃继承权了，现在连我儿的一套宅子都不放过是吧？霍老夫人这会儿也是忍无可忍，脸色铁青的看着霍东升。那是我母家的东西，阿琛是沈家唯一的嫡亲外孙，那宅子就是阿琛的，跟霍家没有任何干系。还有你，既然你儿子这么想照顾你，你就留在家里，不用跟着去了。阿荣，这跟我没关系啊。哼，不是你的儿子。悠悠，陪妈去收拾2身衣服。你们单位不是分房的吗？既然家里让你住得这么不舒服，那从今天起你们一家子就搬到单位分的房里住吧。小徐，你盯着他们收拾，下午就给我搬出去。交代完后，霍老爷子赶紧去找霍老夫人了。大哥啊，不是自己的东西别惦记，容姨对咱们够好了。是啊，小的时候可一直都是容姨在照顾我们，要不是容姨的话，咱们哪来的今天啊？东升，爸怎么这样啊？我们真的搬出去吗？爸都下令了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你再去跟爸好好说说，咱们大不了不要去老四的院子住就是了，哪里用得着把我们赶出去的啊？要说你去说，我们搬出去还能搬回来吗？那后面志明兄弟俩可都要说亲，到时候我们住在单位那一套小房子里面，哪里有人能同意自己的女儿嫁进来啊？那你说接下来怎么办？你没看到爸是什么态度吗？警卫员徐叔也瞧不上这一家的行为，面无表情地走到霍东升面前。东升，你们赶紧收拾一下吧。没一会儿，霍老爷子跟霍老夫人收拾出来，就看到霍东升一家子在院子等着。给你们2天的时间，把你们的东西搬走。爸，我和华兰搬走，你看能不能让2个孩子住家里？爷爷，我爸那单位的房子太小了，哪里能挤得下？您就让我留在家里住吧，我保证乖乖的。是啊，爷爷，我爸妈搬过去就行了，我们兄弟2人哪里用得着搬？哼，真想不明白，我也不是自私的人啊，孙子怎么就半点都不像我呢？你看我像是在跟你们商量的样子吗？你们是一家人，是一家人就得住在一起。我那单位的房子真的太小了，哪里够住啊？想租一个大一点、性价比高一点的房子又不好找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们一家人就得住在一起。爸，其实想租个好房子也不难，你想办法了，快说来听听。其实这很简单，想租房子，推荐58同城呀，找房东直接租，租成了就能免费维修，省钱省心，当家还送专业保洁。我看这上面品牌公寓、整租合租的真实房源这么多呢。对，还能视频找房，全房实景都能看，这不就解决了吗？是挺不错，而且想买2手房推荐58V2看房，线上就能挑，想看的细节全都有，超方便，事事可成58同城。你看看志明，你再看看你。爸，霍东升在看到老爷子的神色时，只得老老实实的闭了嘴。一回到家，商悠悠就带着2位老人去早年霍老夫人住的房间。这都多少年没来这儿住过了，以前我还没嫁给你爸的时候，就喜欢在这个院子里喝茶看书。那时候这里种了不少的兰花，有些兰花的品种十分稀有，一到兰花盛放的时候，真的太美了。妈，等到时我给您找些兰花回来，也给您种满一个院子。妈都一把年纪了，谁知道还能吃上几年的饭？你有这份心，妈就很高兴了。妈肯定长命百岁。好好好，
我儿媳妇这小嘴就是甜，妈听着高兴。今早发现空间里原本被白雾笼罩的位置出现了一条溪流，旁边的石碑还介绍了灵泉水能美容养生，甚至还能医活死人。如果给元琛喝灵泉水的话，那他的身体是不是也就能够调理好了？商悠悠已经决定每天偷偷给他们添一点灵泉水。悠悠想什么呢？商悠悠回神，冲着霍老夫人微微一笑，没想什么，妈，您和爸在这歇着，我跟阿琛一起去做晚饭。言罢，商悠悠便往厨房的方向走去。阿荣，不生我气了吧？烦死了！阿荣，你别生气了，气坏自己，我和孩子都会心疼的。霍东升一家子天天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就没有几天是安生的。阿荣，你听我说。厨房里，商悠悠想到这会儿霍老爷子的样子，他都忍不住有些想笑。爸妈的感情真好。妈比爸想那么多，一直以来爸都很照顾咱妈的心情，真羡慕。晚饭，霍元琛做的是地地道道的精卫，一家子舒舒服服的吃了个晚饭。阿荣，你晚上胃口不错。碍眼的人不在，胃口自然就好了。霍老爷子有些讪讪的，伸手摸了摸鼻子。阿琛，趁着天还没有黑，就先带着悠悠出去散步消消食。爸妈，你们一起去吧。不了，你们两个小年轻去吧，年纪大了，在院子里走走就好。见他不愿意走，商悠悠便与霍元琛俩一起往外走去。这2年能经商之后，周边摆摊的小摊贩也越来越多，一眼望去，热闹非凡。在这儿等我一下。商悠悠没反应过来，霍元琛已经挤进步行街里，没多久就看到他拿着冰糖葫芦出来了。阿琛，他刚想接过冰糖葫芦时，见男人将另一只手从背后拿了出来。不喜欢？喜欢，我很喜欢，谢谢阿琛。那我们回家了吗？好。夫妻俩人开开心心的往回走着，只是当他们走到家门口时，就看到有些意想不到的身影。四叔，四婶有事。见他半天不说话，商悠悠显然失了耐心。既然你不知道要说什么的话，那就别说了。阿琛，我有些冷，我们进去吧。四叔四婶，我没有地方去，可不可以先借住在你们这儿？你可以回去找霍志明。四叔，我借住几天就好，等我找到住处，我就会搬走的。不行。四婶，我都听我男人的。四婶，那我可不可以去你老宅住？我就去那里借住几天，行不行？李新月，你怎么敢开这个口？如果没有能力在外面生活，就回去找你干妈他们。或许你回去好好哄哄他们，他们还是愿意让你住在家里的。这女人和养母家的哥哥偷偷搞对象，结果被养母给发现了。为了不被嫁给老男人，趁着养哥醉酒的时候来个生米煮成熟饭。结果养家哥哥也不是真心待他，并不想负责，一气之下，他提着行李箱走了。接上集，李新月离开了霍家，没地方住，又找上了商悠悠。四婶，我知道你生我和志明哥的气，可你现在都嫁给四叔了，难不成还放不下以前的那些事情吗？霍志明那样的垃圾，也就你会当个宝。我不把房子借你住，就来这挑拨我们夫妻的关系。我说的也是实话，如果四婶不是还记挂着志明哥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冷言相对？李新月，你也不是什么好货色，以前你拾掇着霍志明做的事情，真当我不知道？你想害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现在？你凭什么认为在算计过我之后，我还当成什么事都没有一样，原谅你，让你住进我家？算计过我钱的人，转头指不定就把我家给搬空了。没想到这些事情，商悠悠居然全部都知道。你不是很赞同霍志明他们的想法和安排吗？怎么这件事情轮到你之后，你就无法接受了？霍元琛冰冷的眸子落在李新月的脸上，他吓得缩了缩脖子。阿琛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霍元琛牵着商悠悠的手往里走，李新月下意识的就想拿着行李跟进去。滚！在他还没反应过来时，门就被啪的一下给关上。阿琛，我得给大伯他们打一通电话，别到时有人跑去胡说八道，他们还真就把人放进去了。商悠悠这个女人还真是可恶至极，她现在嫁给了霍元琛，名下还有房子，暂时借我住一下怎么了？李新月的心里满满的不甘，只能拎着行李离开了商悠悠的家。妈，这怎么住人啊？看着面前这一室一厅的屋子，霍志明的脸色阴沉沉的。我哪里知道？爷爷也真是的，干什么还要让我也跟着过来？之前在家里还能有个小屋子，现在我连自己的房间都没了，都怪你们。行了，少说两句吧。新月姐长得还没商悠悠好看，更不像她一样那么有钱，也就大哥蠢。如果他当时看上的人是我，我一定好言好语的哄着。你懂个屁！一开始商悠悠明明爱我死去活来的，结果这都还没过多久，他就移情别恋。我承认四叔确实长得很不错，可是一对上他那么冰冰的脸，正常人都会害怕。商悠悠怎么看？我不懂，你最懂。为了李新月那么个丑八蛋，生生把商悠悠这样的富婆推开。大哥你最懂了。你们给我点钱，我要搬出去住。霍志明不想再吵，沉着脸看向了霍东升。我也要搬出去住。第二天，商悠悠从霍元琛的怀里醒来。几点了？才5点，要不要再睡一会儿？商悠悠搂着他的腰，但同时，媳妇儿别瞎摸。阿琛，你想不想？霍元琛都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，直接便吻了上去。商悠悠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外面的天已经大亮。这男人果然
如狼似虎，偏偏早上还是我主动的。睡醒了？你怎么不喊我？都10点了，新媳妇儿直接睡到10点，这谁不得说我是个懒媳妇啊？这周边有妈以前的好朋友，早上吃过早饭后就出去了。那我赶紧起来，假装早起。爸妈不会说什么的，你早上想睡到几时，他们不会干涉。爸妈不干涉是不干涉，那我也不能像今天这样睡。言罢，商悠悠便起身去洗漱了。洗漱完到厨房找吃的时候，便见男人端着包子出来。先吃一点点。阿琛，明天回门的话，我们要买些什么带回去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烟酒、茶叶、人参、稻香村的点心以及3箱水果，还有烧猪我也订好了，明天早上去拿就行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早上买菜的时候就一起带回来了。阿琛，你怎么这么好？你是我媳妇。昨天商悠悠他们一早就回了商家老宅，一下车就见商振国他们一家子已经在门口等着。大伯、大伯母、大哥，快进来，宝在外面站着。进屋后，顾慧芳便拉着商悠悠上楼说话去了。大伯母，坐，跟大伯母说说话。气色很不错，这2天他对你怎么样？阿琛对我很好，早饭都是他弄的，我做饭的时候他也会帮着打下手，而且他做饭很好吃。那就好，如果他对你不好，只管回家说，你还有大伯和大伯母，我们会给你撑腰，我们不用害怕任何人。大伯母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把霍志明那种人当成了良配，还因为那样的人跟大伯和您大吵了一架，说了那么多伤害你们的话，对不起。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，只要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就好了。以前大伯和大伯母对你的关心太少了，如果我们对你多一些关心，也就不会让你受那么多的伤害。大伯母，你们那也是为我好。好了，都过去了，以后跟元琛好好过日子。不过他的身体情况你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的，所以往后如果有个什么争吵之类的，可千万不能拿这件事情在他的伤疤上撒盐，知道了吗？大伯母，我知道的。吃过午饭后，商振国拿出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红包塞给了他们。有空的话记得来看看大伯，以后就是大人了，跟元琛好好过日子。大伯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不早了，早些回去吧。商悠悠很清楚，明天大伯他们就要回海市了，这时他的心里满满的不舍。都嫁人了，怎么还在这儿哭鼻子呢？大伯母，我得了空就给你们打电话。好。霍元琛把车子开出一段距离后，这才在路边停了下来。还好吗？阿琛，你有假期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带我去找大伯母他们啊？霍元琛见他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伸手在他的脑袋上揉了揉，这才将他拉到怀里。好，有空我们就去。我一直以为你跟大伯他们一家的关系并不亲近，所以先前他们才没有来。我有打电话给他们的，但大伯应该是让人查了霍志明，劝我好好考虑。我当时脑子有坑，跟大伯吵了一架，说了不少伤人的话，大伯这才不想管我。阿琛，谢谢你这次打电话给他们。我之前跟大伯共事过一段时间。那大伯对你肯定是很了解，所以才这么放心我嫁给你。应该是吧。两人回到了北池子大街院，就看到霍老爷子脸色铁青的看着霍志明。爷爷，我是真的没地方可以去了，您就收留我吧。你爸单位有房，你干嘛不去住那里？我爸那房子一室一厅，哪里住得下人？爷爷，我已经深刻反思过，我会好好学习。今年我如果再考不上，我就老老实实找份工作上班。可我现在没地方去，我爸妈那里又没我住的地方，您就让我回大院住吧。爸妈。这时，商悠悠和霍元琛走了过来。你们俩回来了。四叔，四婶。霍志明叫出这个称呼的时候，心中是浓浓的不甘。大侄子真乖。霍志明听到这个称呼时，脸都黑了。大侄子，你别急着走，我刚好有事找你。商悠悠进入四合院中，再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手里多了一个本子。大侄子，之前你跟我借的钱，每一笔我都记着账呢，共计930元。今天正巧有空，把这钱给我结了吧。那都是你自愿给我花的，又不是我跟你借的。你还有脸说？爷爷，这些钱都是四婶自愿给我的，我又没有跟她要过。不，我们霍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东西？我今天非得打死你不可，省得以后祸害更多人。霍老爷子一棍子下去，霍志明感觉自己的腿好像要被打断了。爷爷，别打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四婶的钱你最好赶紧给我还上，不然的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爷爷，她就算嫁给了四叔，那也是个外姓人，前脚还一副非我不可的样子，转头就嫁给了小叔，对感情不忠，水性杨火。商悠悠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敢打我，我今天非……霍志明，你一边跟李新月谈对象，一边盯着我家的那些钱财，你怎么有脸说我对感情不忠的？930元，限你3天内还清，否则别怪我抽烂你的脸。言罢，商悠悠直接转身进了四合院。不可能，那是你自己给我的，又不是我要的，打死我都不会给。霍志明气得吼道，似是担心再次被打一样，转身跑了。作孽啊！霍老爷子被扶进屋，坐下后越想越生气。爸，霍家又不是只有霍志明这么一个孙子，二哥和三哥也都有儿子呢，好逐出歹损，不会全是歹损的。老四媳妇儿，你说的对，这个不行，咱就换一个。老四，你媳妇之前跟志明有一段，但娶她也是你亲口答应的，那就不能再拿以前的事情怪她，你明白了吗？爸，以前的事我很清楚，既然娶了她，
我就不会介意他的过往，我会跟悠悠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。商悠悠听到男人的话时，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笑颜。要不是霍老爷子在这儿，恐怕我早就抱着这男人一通狂啃了。爸，我先回房了。去吧，去吧，好好歇歇。爸，那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能回。你也忙活一天了，去歇歇吧。霍老爷子摆了摆手，便往后院走去。霍元琛刚进屋里，小女人便冲过来，跳到了男人的怀里。怎么了？听到你跟爸说的那些之后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娶我的，所以我很开心。我相信你。阿琛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对我早就蓄谋已久了？商悠悠歪着脑袋看着霍元琛，看着看着又忍不住亲了一口。阿琛，你的唇好好亲。那我们睡一觉。也不是不行。霍志明一瘸一拐地回到了霍东升的单位房。姬华兰看到这样也是给吓了一大跳。志明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你的脸又是怎么回事？我爷打的。你爷没事打你干嘛？我去找他小辉大爷住了，可谁知道上悠悠那女人居然拿出先前得火钱的那个账本，要我还钱。我爷气我居然火女人的钱，对着我就是一通的。什么？先前就从我们这拿走了4000元，现在居然还敢跟你要钱？他是掉到钱眼里了吗？还不是怪你，他来还东西，你为什么要把东西摔了？这怎么能怪我？这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去的道理？如果不是他这么可恶，咱们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。你如果从一开始就哄着他，不说什么话的结婚对象，他能换吗？你如果不逃婚，能有这么多事？你跟李新月搞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？母子俩说着说着就相互指责起来。媳妇儿，起来吃饭了。青天白日，小夫妻俩在房间里翻云覆雨。你怎么才叫我？爸妈他们呢？我把饭也送他们屋里了。爸妈没问起我啊？没有，他们也是过来人，都懂的。商悠悠嗔了他一眼，一张小脸就红了个透。收拾完后，两人一起吃了晚饭，晚饭是炸酱面。阿琛，我觉得我捡到宝了。商悠悠迷恋地望着眼前这个长相俊美、身姿挺拔的男人。小姑娘看什么？看我男人，我男人好看。霍元琛没说话，也是就这么盯着他看着。阿琛，那我好看吗？你这样盯着我看做什么？这小姑娘真的是从小好看到大，记得她刚出生的时候还得抱过她，那时候的她香香软软的，真的好可爱。男人微微起身，低手便吻了上去。很好看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小姑娘。听着男人说的情话，商悠悠只觉得脸上烫人的很。原本还以为阿琛这古板的样子，想听到他说情话一定很困难，结果这男人哄起人来，怪令人喜欢的。见霍元琛拿着碗出去，他也屁颠屁颠的跟着往厨房跑去。阿琛，我来帮你。这样帮？去玩，我一会儿就好。你洗你的，我抱我的。见他开心，霍元琛也便由着他来了。霍老夫人俩口子准备出门散散步，就看到小夫妻这亲亲热热的样子。原本还担心他俩的感情会有些问题，但依现在看来，我的担忧倒是有些多余了。阿荣，我们年轻的时候跟他们一样好吧？如果那会儿你对我不好，我肯定不给你带孩子。你以为后娘很好当啊？看看你那好大儿，何时敬过我？我知道这些年你的付出，也是我对他的管教不够严厉。但凡严厉一些，或许他还像个人。一只脚都迈进棺材的人了，现在也是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第二天，甘素素一早就来了商悠悠这儿。悠悠，你去了东省后，我们都不知道好久才能见面了。有空了你可以过来，我也可以来找你。你家的能同意？那你来找我也不是不行，到时候我就去东省挑个军哥哥嫁了，然后跟你当邻居。能随军的那可都是营长级别，不然问问阿琛。甘素素顿时也来了兴致，眨巴着双眼，期待地看着商悠悠。阿琛，媳妇儿，怎么了？你们部队有没有优秀的军官？合适素素的，给素素介绍一个。还真是有一个。阿琛，快说说看。他是陆军的，现任营长一职，叫陆行野，今年26岁。他老家没有对象吗？都26岁了，那可不算年轻了。之前是有定了亲的，但后面老家那边来的信，说他前未婚妻跟其他人好上了，所以这些年就一直单着。这倒没事，人品怎么样？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见上一面，先相处看看。悠悠，你去随军，那我也跟着你一起去吧。可以，到时看看能不能在文工团那边申请个宿舍给你。我到时候住招待所都可以。那你回家跟你爸妈说一声，到时候跟我们一起去东省。晚上回去再说。你们不是还得买些东西吗？我陪你一起去。好，对了，待会我还得去找一个洗空调的。空调咋了呀？我家空调一打开就有一股怪味儿，房间根本待不下去，想找人来清洗下空调，就怕收费太贵了。悠悠，你不用麻烦，我有办法。啥办法呀？快给我说说。这简单，想找空调清洗，推荐58同城，单台只要65元起，多台一起洗更优惠呢。我看说不满意还能重做，那我更放心了。对啊，58还能找保姆、钟点工，超多优质阿姨可以选择，不满意还能随心退换，事事可成。58同城。还好你给我说了这个办法，不然我就得到处去找人了。说定后，三人就去了市场，有霍元琛带着，商悠悠买得十分痛快。我们这么多的东西，要怎么拿到东省？邮寄一部分，要用到的东西我们再带过去。哦，这样也行，我们再去买些干货吧。
明天再找个机会过来看看，多买一些食物放到空间里，这样等到了东省也不怕把菜吃完了。我先把东西带些回去，那你们自己再逛逛。也行，我跟素素再去买些雪花膏带着。那我4点半再来接你们。好，阿琛，你路上小心。挥手送走了霍元琛，商悠悠一回头就对上了甘素素的眼神。嘿嘿，说说看，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？能有怎么回事？夫妻间相互关心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拉倒吧，你看他的眼神都快拉丝了，快跟我说说看，你们俩这几天如何？素素，阿琛真的很好，我告诉你啊。商悠悠把他们这几天生活里发生的事情挑了能说的告知甘素素。真的吗？他真的很细心，霍志明来找我麻烦的时候，他还是能够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这边，我真的很庆幸自己嫁的人是他。悠悠，还好你醒悟了，那霍志明现在没办法再从你这里拿到钱，就那么坏你的名声，真的太可恶了。素素，现在没必要为了这种人而生气，他现在想贪也贪不到了，往后我只想跟阿琛好好过日子，这就最好了。甘素素见状也替他感到了高兴，俩人径直去了商场。悠悠，最近来了几款新内衣，有那种蕾丝边的，特别性感，你要不要买2件穿给你家阿琛看？素素，你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了。你都说我是黄花了，那你也买2身带上，或许你和陆营长到时候就看对眼了呢。我觉得很可以。两人嘻嘻哈哈的还真去了内衣柜台，最后还真按自己的尺码都买了2套，接着又去了卖雪花膏的柜台。悠悠，要买这么多吗？当然要多买1套，东省比咱们京市还要干燥，指不定到时每天都得涂上好几次。那我也要2套，我可是去找对象的，如果到时候脸上出现2坨高原红，指不定还得把人给吓。不知不觉，两人手里都拎着几个大包小包。快5点了，你们家阿琛应该已经来接我们了。好，那我们快走吧。俩人急急走出百货大楼，就看到霍元琛已经在那儿等着。这么重，累坏了吧？霍小叔，你看不到我手里也拎着很多吗？商悠悠赶紧回过身，霍元琛也将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给接了过来。素素，去我那里吃了饭再送你回家吧。不了，我回去跟我爸妈说说我跟你们去东省的事情，直接把我送回家吧。把甘素素送回去后，没多久，两人也回到了家，晚饭都已经做好了。妈，你做的晚饭吗？其实可以等我们回来再烧的。这是阿琛回来的时候买回来的，我盘算着你们俩差不多也该到家了，这才想着热下菜呢。阿琛，这炸鸡汉堡是你买的，应该不便宜吧？没多少钱，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那还真不错，挺划算的呀。悠悠，都买了些什么啊？要用的东西都买齐了吗？差不多了，我买了些护肤的和贴身的换洗衣物。东省干燥，是应该多买一些的。你们逛了大半天，这会儿应该都饿了，赶紧去洗手过来吃饭吧。吃完饭后，霍老爷子回屋再出来的时候，来到了商悠悠的面前。老四媳妇儿，这里是1000块钱。爸，这是爸先替志明的混账先还你的，到时我再跟他们要。爸，道士大哥他们能给您吗？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把这笔钱交出来的，就算我不去收，让老二和老三找老大去要，老大也得交出来的。拿着吧。爸，那我一会儿记账的本子拿来给您。而后俩人便坐在那儿开始整理起下午买回来的那些东西。阿琛，这是给你买的，你看看合不合适？给我买的？你的秋衣裤都破了，还有内裤也是，就给你买了几件回来换洗。不是还能穿吗？你媳妇这是心疼你呢。谢谢媳妇儿。快拿去看看尺码合不合适。霍元琛拿着袋子便回屋了，三人就看到他的嘴角压都压不下来，看把他高兴的。阿荣，我们去散散步，吃饱了要走走，不然晚上不好入睡。好，悠悠，你自己收拾，我们去散散步。爸妈，那你们慢一些。他们离开后，商悠悠赶紧将一些东西收入空间内，每样都拿1-2个，这样就算是少了，也不会让人多想。明天去多买一些，再偷偷的收入空间内。没多久，霍元琛也回来了。阿琛，合适吗？特别合适。媳妇儿，放着我收拾。我要看看还有哪些东西没买呢。霍元琛见他好似没听懂自己的话一般，伸手直接将人给捞进了怀里。干嘛？回屋去洗澡。隔天，商悠悠醒来的时候，在床上缓了好一会儿，这才扶着腰起来，就见霍元琛从外面回来。累坏了。哼，不懂得节制的男人真可怕。爸妈呢？怎么没见他们？说是回家一趟，我早上送他们回去的。哦，我想再出去一趟。你下午有事情吗？你一个人？我就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得买的，到13点左右你再来接我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吃过早饭后，霍元琛便开车带着他出了门。我晚些过来接你，自己小心些。我知道了，你不着急收拾，我一会儿回来帮你。言罢，商悠悠便往百货市场走去了。进了市场，开启各种的买、收的模式。下午到了约好的时间后，这才走出了百货大楼。只不过会气的时候，免不了遇上一个招人烦的人。四弟妹出来买东西呢，果然不是自己的钱花的不心疼。看看这一口气买了多少东西呀！大嫂这话说的，我不是花自己钱买的，难不成是抢的？
悠悠，我大姐说你2句也没说错，咱们女人就该勤俭持家，这珍珠霜又贵量还少，平时擦脸用雪花膏也就差不多了，可不兴这么败家。说话的女人是季华兰2弟的妻子李双，年轻时跟她就是好姐妹。谁说不是呢？花钱这么大手大脚的，我们家志明赚的都不够他花，还好没娶她。霍志明有工作了，那就让他赶紧把钱还给他2叔、3叔吧。爸做主让2哥和3哥一人拿了500，先把他欠我的钱还了，估计欠条爸已经交到他们的手里了呢。你说什么？就是你听到的这样啊。这一单挂到霍林安和霍文德的头上，那就别想当成没有这笔债了。商悠悠，你现在成了长辈，以前的事情也都翻篇了，你就连这点气量都没有，还是说跟大家说的一样，你就是借机报复？大嫂，您儿子是什么香饽饽吗？要工作没工作，还跟你们收留在家的孤女眉来眼去。我和阿琛结婚第2天，他还被大家抓奸在床呢。你不会觉得我会对这么个肮脏的男人要死要活吧？这个女人想要跟丈夫去随军，便高高兴兴的去市场准备需要的东西，没想到一出市场门口就有人把她拦住。老四媳妇儿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珍珠膏啊？刚好大嫂的也用完了，就给我2罐吧。季华兰这会儿已经变了脸色，当她的手要伸入袋子时，一掌狠狠地拍在了她的手背上。老四媳妇，你这是干嘛？我打偷东西的贼呢，大嫂是贼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就是看你买了这么多，以为你是给大家买的呢。大嫂还是别成天盯着别人的东西，总不能到时看到谁的篮子里多几颗鸡蛋，你也想去帮着分担吧？那大嫂成什么人了？季华兰怎么变得这么蠢？商悠悠这么有钱，跟她打好关系，她的手指缝松一点，都能得到一些好处。算了算了，都不容易，不要吵了，先喝杯冰咖啡消消火。味道确实不错，我也想喝。还有吗？有。这也太好喝了，肯定很贵吧？不贵，我用了省钱神券，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奶茶咖啡9块9就能买2杯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完了，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还有这好事，我待会得去多买2杯。你俩喝了咖啡就不要吵架了。悠悠，你大嫂就是太稀罕你这个儿媳妇了，结果你突然改嫁给了霍四叔，她心里才有些不得劲，所以你可千万不能往心里去。大姐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啊，优一，原本咱们都是一家人，结果变成现在这样，你能不能原谅大嫂？你们在说什么呢？难不成不是大嫂提议让我换个结婚对象，怎么到了你们的嘴里就是我突然改嫁呢？悠悠，这都是一家人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过不去，你们凭什么要求我当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？你们要脸吗？我父母都是烈士，而你们一家子就这样算计我，要不是我及时觉悟，那我是不是就成了你一家子的钱袋子了？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商悠悠也不会客气，把一字一句的重复给他们听听。太过分了，小姑娘看着也才20岁的样子，本就是个苦命的孩子，这一家人还这样算计她。姑娘，你可千万别原谅他们，指不定到时觉得你跟他们关系亲近了，又想算计你。就是脸，啥人啊这都，这良心都喂了狗吧？几个年长的大娘气得骂骂咧咧的，季华兰和李双的脸都黑了。媳妇儿，霍元琛隔得老远就看到商悠悠快步穿过人群来到他的面前。大嫂又想怎么欺负我媳妇儿？老四，你哪只眼看到我欺负他了？阿琛，是大嫂要拿我的珍珠膏，我没给，他就怪我当初选择跟你结婚，怪我不该因为霍志明逃婚就悔婚不嫁。商悠悠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大嫂，如果你有什么意见，那可以来找我，也可以让大哥来找我聊。他还小，你们这样合伙欺负他合适吗？元琛，你误会了，先前的事情确实是你大哥大嫂一家做的不对，现在也是想着跟悠悠好好道个歉，真没有欺负他。这么拦着我媳妇儿，只是为了道歉？小伙子，他们一直都拦着你媳妇不让走，话里话外没少说你媳妇小气，揪着这点小事不放呢。看来大嫂对于最近的事情不满意，既然这样，晚些我会找爸妈他们好好聊聊，霍家我也不是不能管。季华兰听到这话的时候，瞬间脸都白了。到时传到了东升的耳朵里，他会弄死我的，还有老二和老三，更会恨死了我。媳妇儿，我们回家。商悠悠挽着霍元琛的手臂，开开心心的走了。季华兰和李双俩人也是商场都没逛，灰溜溜的跑了。华兰，有时候真不是我说你，你和姐夫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好的一盘棋，你们怎么吓成这个样子？本来让志明娶商悠悠就很委屈了，我哪还能不由着他来一些啊？怎么就委屈他了？他花着商悠悠的钱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委屈？八字都还没一撇的事情，你们倒是有把握。这个女人在结婚当天就被婆婆算计，婆婆为拿捏她，故意怂恿自己的儿子逃婚，不料霸气儿媳直接现场换了个结婚对象，接上集。谁知道会这样？以前商悠悠那一副非志明不可的样子，谁知道我一说让他换个对象，他还真就换了。都那样了，谁不是哄着人先，把人稳住再说？而你却提出换亲了，你凭什么觉得他就得由着你们羞辱？你别说了，我也后悔呀。自从商悠悠追着志明跑后，那珍珠膏我就没断过，现在倒好，连雪花霜我都用不起了。
另一边，商悠悠就无比乖巧的坦白了刚刚的事情。阿琛，我没有被欺负，我还让他们没脸了呢。没欺负到你就好。现在我可清醒得很，他们就别想再从我的手里占到一丁点儿的便宜。以后有我，不会再让人欺负你。我们都会好好的。阿琛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到家后，商悠悠家里的客厅已经被收拾得很干净。阿琛，这全是你一个人收拾的？我们才住了几天，并不脏。我像个没用的小废物，原本还想回来帮忙收拾一下，结果你全弄完了。不会，我媳妇儿很有用。爸妈他们还没回来，这会儿都2点多了。说是下午要去一趟2哥和3哥呢，估计回来还得一会儿。那家里还有什么没收拾？明早起来把床单洗了就行。商悠悠发现还真的没有什么需要收拾的后，便回了屋。阿琛，跟我说说你们军区吧，你之前还去过海市，后面会不会有往上升后？有没有可能回京城？还是那2年也是紧急借调过去的，后面会不会再有借调也说不准，一切服从部队安排。你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家属院的人好相处吗？不用委屈自己，不愿意跟他们来往就不用来往。不用跟他们维持好关系吗？会不会对你的事业有所影响？不用，你只要开开心心就好。那我们搬到家属院的房子肯定积了很多的灰尘，你知道的，我比较懒，到时候可就要辛苦你了哦。这个是小问题，我有的是力气，不过洗空调这是个技术活，比较麻烦，可能需要找人来洗。这个没事啊，我们可以找人来洗。我就担心收费太贵了，实在不行我就自己拆下来洗。不用担心，其实这很简单，想找空调清洗，推荐58同城，单台只要65元起，多台一起洗更优惠呢。我看说不满意还能重做，那我更放心了。58还能找保姆、钟点工，超多优质阿姨可以选择，不满意还能随心退换，事事可成58同城。那就行，那我现在先预约着。没多久，听到霍老夫人他们说话的声音，夫妻2人这才出来，结果就看到老徐的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。爸妈，你们这带着什么？就是给你们俩准备了些吃的，另外也给你们俩准备了2身衣服。东省比京城要冷得多，你们俩可得注意保暖。妈，我们也买了不少呢。你们买的是那是你们买的，这是爸妈给的，不一样。谢谢妈。和阿琛到了东省后，如果差什么打电话回来说，爸妈年纪是大了，但买点东西还是能行的，知道没有？爸妈，我们知道的。婆媳俩也就闲聊着，但多数还是霍老夫人在交代。以后在家属院生活，大家看你们俩结婚多年没有孩子，到时那些碎嘴的大娘大婶们免不了说3道4。妈，日子是我们自己的，再说我现在还小，而阿琛也不可能一直都待在东省。你说的也是，我就怕阿琛他。妈，有我陪着他呢，您别太担心。另一边，季华兰回到家，一眼就跟坐在客厅的霍东升的视线对上。舍得回来了？这是咱们家，我肯定要回来的。你今天是不是又找老四媳妇的麻烦了？我可没找他麻烦，今天是在百货大楼碰到他了，我是想要跟他好好道个歉的，结果他却把那些事情全往外说，等老四来的时候还装出一副被我和李双欺负惨的样子。你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。东升，我可能是真的比较冲动的一个人，但李双他什么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而且李双也劝过我了，我们现在也最该跟老四处好关系，或许以后咱们还能搬回军属大院去住。你想到怎么做了？他们明天不是就要回东省了，明早我去火车站送他们，到时再给买点吃的给他们带上，他们总不能拒绝吧？那就这么办。东升，志明的事情你怎么看？咱们厂的厂长不是有个女儿吗？他离婚带个孩子，收起你的那些心思，我的儿子怎么能去给人当后爸？季华兰原本还想说什么，可当看到丈夫的表情时，默默地闭了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们就将东西搬上了车。悠悠，照顾好自己。好，爸妈你们也照顾好自己。看着车子驶远，夫妻俩都看到对方的眼眶有些红。别想那么多了，他们夫妻俩会把日子过好的，后面真想他们，咱们也去东省。也行。到火车站的时候，老徐就扛着大包小包的往里走。商悠悠一眼就看到站在不远处的季华兰。阿琛，是大嫂。当没看到。没过多久，甘素素就在严淑兰和甘父的护送下来到了火车站。叔叔，兰姨。悠悠，这妮子跟着你一起去，会不会打扰你们俩的生活啊？兰姨，我刚去东省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有素素陪我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这丫头就打扰你们一段时间，如果她胡来，你就告诉兰姨，我收拾她。妈，我很乖的。行，你最乖了。严淑兰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拉着商悠悠来到一边。兰姨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悠悠，拿着，这么些年我一直都把你当女儿一样，女儿出远门，妈妈给个小红包是保平安的，你这必须得收的。谢谢兰姨。去了东省后差什么只管打电话，素素的事情就让你们俩多操心，如果不成也没事，你们俩也别太有心理压力。还有元春的身体情况，我知道后面免不了有些闲言碎语，但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，若真受不了，大不了这日子不过了，回来兰姨养你。